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今天要帮大家介绍我身旁这一台吉米 Aura 4K 超短焦雷射电视。在规格上面有很厉害的地方哦。今天趁这个机会有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台可以的投射尺寸可以从100到150寸。那对150寸，很多品牌它没有办法达到150，所以它厂商这一台是有标榜说它可以投射到150寸。然后安装的距离的部分可以从20公分就可以达到100寸。那到投射到150寸只需要50公分的距离。所以在安装的上面的尺寸上，它非常的弹性。它有从100到150之间可以做变化。这台也是我们目前少数有搭载 4K 原生的一个晶片的一个机种。那这个对影像的一个表现非常的好。那可以让它不再是只有 2K 的机种了，它真正的 4K 跟我们现阶段的那个电视是几乎是同规格的。那所以很多客人在选我今天要买雷射电视，或者是我今天要买传统电视，在这个部分以往会因为解析度变成一个选购的一个不知道如何去做挑选，因为你希望大，但是解析度就要低。但是如果你希望解析度高，但是你必须屈就于尺寸上缩水然后来满足你的解析度。但是自从这台机器之后，你就可以一样高解析 4K 然后大画面100到150来去做购买的一个选择性又增加了。那当然最大的一个常听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在一个明亮的环境底下可不可以去使用雷射投影雷射投影的一个器材，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搭载我们现在常使用的抗光幕就可以在一般的光源底下直接来去观看。那我身后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范例。那它不需要在暗房底下。那雷射电视跟一般的电视机的差别，除了尺寸大之外，它还有容易搬运的一个特性。因为它是属于组装式的，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进一步的去讲解说安装的过程。当然它本体的部分像是两个单元的组成，一个是我们雷射电视雷射投影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布幕。当你要购买一台100寸以上的电视机，那你需要的可能不只是高额的费用，以及你要有一个可以搬得进去的入口以及通道，你才可以将这么大台的电视机搬运到你家里面来。但是你今天选的是雷射电视，它很轻松就可以搬到你家里面去了。投影的话很单纯，大家早期知道都是以显示器为主，所以你必须要有游戏机有播放器才可以去使用这一台投影机。但是这一台我们今天讲的是电视，所以它有搭载安卓 TV 在里面，然后 Enjoy TV， 所以你只需跟你平常在使用电视的习惯一样。你要近摄，你想要看网络影片、串流影片，其实它都通支援。再讲到一个是电视机本身也有喇叭，但是电视的喇叭因为箱体电视变得薄型化，所以它的喇叭很容易被箱体受限制住了。那它的那个音箱的部分容积比较大，所以它还有搭载 Harman Kardon 的一个音箱系统60瓦，而且它瓦数有到60瓦。那在音效的部分，它还有对应到杜比以及 DTS。那个解码的效能真的蛮厉害的。如果有听过它跟电视之间的差别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今天购买这样的商品的时候 ，CP 值真的爆高的。CP 值真的爆高，因为你光是一台音响就省了多少钱。再加上大画面、大尺寸，那个我相信这个性价比就是开始与电视机有很大的差距了。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布幕以及布幕的安装过程，然后深入去了解到一个硬体它如何安装到你的家里面去，然后配合怎么样的一个设定，然后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以及一些相关的细节，这个在下一个场景里面我们会去做说明。好，各位现在回到我们的摄影现场，看一下这个投影机的雷射电视本尊它长得什么样子？就是长非常高科技的一个银色外观，搭上黑色边条，然后所有的安装界面、端子的界面，通通都在背后。所以那在这雷射电视它有什么安装端子呢？它有搭载 HDMI，那有3组，那 USB 只有2组，然后还有光纤，然后还有一个它有搭载 RJ45，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网路线接头。很多的机器都只能让你用无线的，那这一台有线无线都搭载。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环境底下，如果你的需要网路，但是你的网路呢，偏偏无线又搞不定，这时候有线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台机器，刚刚提到那么多那我们其实在线设计在背后，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如果设计在侧边跟设计在后面。因为设计在后方的时候，当我们的机柜设计到左边跟右边是可以不用预留一些空间出来，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线材去做到安装的部分。那收线它会比较容易。如果今天坐在侧边，你收线你都会比较有技巧性一点那坐在后面就真的比较容易收线。然后再来就是这台机器的镜头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正中间，机身的正中间。那有些器材它如果偏左或偏右，那你今天你的机柜在设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向其中一边去做增加它的空间，让你的画面才可以打在正中间上面。这就是设计上的与安装上的差异。那很多顾客在挑器材的时候看价格，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比较安装上的一个注意事项，所以会我机器可能当初是这样子买，可是装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子装，所以可能会跟预期有一些出入。像这种它的设计就会做到一些更容易去安装的设计出来那镜头在中间然后自动对焦以及线材收纳是放置在机身的背后，这个都是一个优化。然后再来我们讲一下设备，我们到今天买好的器材，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装的部分了。安装的部分其实也是整个过程里面算是最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一般在装投影雷射电视雷射投影，我们会将机器先在机柜上摆好，然后试打打出所需要的尺寸，比如说100寸、120寸，那你就会看到投影的那个机器安装的深度我现在的部分这个位置叫背后，与墙壁的深度就会看得出来，然后以及画面的尺寸、高度会在现场先做一个大约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展现出来。那通常这个没有问，为什么还会经过这一个部分呢？因为现场有可能会有一些像我们还有加装音响的话，或者有家里面有一些在桌面上有一些饰品展示的东西，或者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一些物件，那它有可能会刚好在我们的投射的角度内。那如果现场会干预到的，我们就将它移除掉，或者是将喇叭调整至我们所需要的高度，都可以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处理下来。所以这个试打是蛮重要的。好，那安装的部分呢，我们将看光幕，然后拆开来之后呢，先做第一个动作是做那个看光幕的骨架的安装。看光幕骨架安装其实很重要。那当你将零配件拿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就去组装布幕，其实是顺序不大对。为什么？因为现场的空间都有限。如果说现场的空间非常非常大，你可以先装，你可以任意的去装里面的配件。但是如果空间有限制的话，我会建议是先从骨架开始安装。我们先将机器布幕里面的骨架拿出来之后，依序它有向内向外
然后长边、短边，然后我们先将它摆设好。摆设好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骨架上的安装。安装完了之后，我们将骨架先收到其旁边的地方先立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地板上的清洁。那地板上可能会有一些毛屑啦、毛发啦，然后一些灰尘，我们先将它简单的清洁干净之后，原厂会有附一块防尘的塑胶布，那我们将它铺在地上铺好。铺设完毕之后，我们将布幕拿出来，然后平铺在地上。那因为布幕刚从卷轴里面拿出来，所以它会带静电。如果刚刚没有做到清洁的时候，它可能会将那个塑胶布以外的一些灰尘它直接吸过来。所以等一下你如果没有会造成在安装上面会多一些困扰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在安装的过程中，最好是先将环境先做个简单的清洁，这样子的话会有利于等一下你在施作的动作。好，那我们布幕拿出来之后，平贴在地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将刚刚那个组装好的骨架摆回去布幕上面。摆回去布幕上面，然后开始进行调整。开始调整它与骨架之间的一个置中的部分，包含上下的置中、左右的置中。调整完毕之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它需要两个人来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人比较不好做，因为它需要在你的对象有另外一个助手，将布幕用弹簧，它有弹簧扣然后一对一对的将弹簧扣依序的扣上，由中间向外扩张，然后将布幕绷紧。绷紧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布幕的外边条，外边条就是用来修饰布幕的这一个边框组装上去。组装上去之后，我们将布幕翻过来，就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完成的布幕。但是呢，接下来就是需要将这张布幕安装到墙壁上面。那我们刚刚不是有在画那个试打嘛？试打我们会做一个记号，那大概就是会先抓出布幕的上缘、下缘。那我们可以开始固定那个墙上所需要安装布幕的挂件。将挂件安装到墙壁上，然后再将布幕挂上去。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第一个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画面挂上去了。接下来你必须要调整布幕与地板、天花板是否水平，是否平行，然后再来还有布幕的上面的点跟下面的点是不是在同一个垂直线上。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当它不是平的、不是直的、不是垂直的，等一下都会干预到你装投影机的画面的有没有办法顺利的在框内。这个也很重要。那个很多人在安装上面可能会只有想说，我将布幕挂上去了，像一幅画挂上去了，可是为什么我的机器怎么打都打不漂亮？原因在于说，你布幕也要做到调整的部分。现在我们所以把布幕挂上去，调整好，那确定它的水平的部分、垂直的部分都有到一定的那个所需要的规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投影机去检查我们的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检查投影机的部分，我们检查它什么？我们的前缘跟布幕是否平行。当你投影机有歪，向左歪、向右歪、或者是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高，4个点其中一边比较高，那你投在画面上面就会是很大的误差。所以我们要先将机身确定它与布幕平行，摆在，然后再来就是确定机器的底下缘跟上缘是否
是否有屏。那这边都检查完毕了，确定没有问题了。这时候画面应该是会非常的接近框内，会非常接近框内。那这个时候呢，告诉你这台机器的价值又出现了。如果是早期上一代的话，接下来你就必须要靠这机器底下的3只脚去慢慢的去做调整，将画面拼了命的调回到框内。但是像这种有8点手动校正，你只需要将画面依照这8个点拉到画框内，你就大功告成了。所以这台机器在安装，如果是自己安装这台机器的部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难的在于布幕。所以以整个雷射的电视的进化史，这一台机器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到了一个蛮人性安装的条件了。所以从开箱到拆设备到安装，其实机器的电视的本身并不是很困难，困难的在于传统的布幕的安装的过程这样子。好，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呢，最后投影机它还有所谓的8点手动自动修正。那透过这8点手动自动修正，就可以将画面精准的投射到框内。那各位就说到框内的话，这个投影机就安装完成了。所以大家就简单的知道说我们在安装布幕到投影机的过程。其实这过程中它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把布幕的绷紧，当你只要一个弹簧，只要顺序或者是紧度没有调整好，其实这个动作是要重新再来过。所以为什么布幕的组装它的时间是蛮冗长的。还有再来就是投影机它是固定的，那布幕就是可变的。所以你今天选择一台投影机，你也需要一张好的布幕来去呈现你投影机的画质。你也可以打在白墙上，但是你也可以打在布幕上，画质绝对是不一样的。打在白墙上，你开了灯，你的颜色会几乎看不清楚。可是你打在抗光幕上，你可以清清楚楚的去看到呈现在上面比较好的画质。其实这个就是布幕的差异。那有些消费者会问说，想买的客人会想问说，那我家里面只有4米，可能甚至更短3米。那如果说我装100寸或者是120寸，会不会有压迫感？其实投影电视啊，雷射电视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只是改了个样子，画面的尺寸当然就是依照我们人的需求去越做越大。欢迎来到现场坐下来，然后去感受那个尺寸上你通常你要选一张沙发，你要坐过嘛，你要买一个电视，你至少要坐在那边看一下。那这个感觉，尺寸上的感觉是要用体验的，用形容很难去说服。当你看了10分钟、20分钟，那你可能觉得看起来这种舒适度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不是问题。尺寸是最容易去接受的，怕的是您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安装的墙面不够大，所以你想要装会有问题，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尺寸的问题不是在于说你的深度，而是在于你客厅的宽度。这个是我们常遇到客户或消费者会去提问到的问题。然后再来是我们现场也有提供短焦以及长焦的设备的一个展示，所以欢迎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展间，然后体验一下那个雷射电视或者是标准的剧院型的投影机来感受一下那个大画面大尺寸。那以上。